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咱们向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吴怡萱发言人、蓝轩小姐、柯震委员、马文俊委员、陈伟哲议员。川普今天晚上要到北京了哈，那他讲了好几次跟习近平要讨论对台湾的军售，那台湾是关心这个话题的哈。但是川普说，习近平我已经跟习近平讲了，你打台湾我很不高兴，所以我任内习近平不会打哦。那问题你任内你只剩下2年了，接下来怎么办哦？而且呢，照理讲对台军售是不能谈的，美国不能跟大陆谈，因为在6项保证里面有说，美国不会跟大陆谈，就对台湾的军售，就是我要卖什么给台湾是我的自由啊，还需要跟你谈吗？但是川普要谈，所以呢就已经把这个6项保证的红线踩到。不过川普反正一向也不管什么红线不红线，爱干嘛就干嘛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国务院说，他还是奉行6项保证，哦，不会因此把台湾给出卖的意思就是说，哦，该卖台湾的武器还是会卖的。那国台办记者6次记者会6次表态，坚决反对军售。不过我觉得哈，当然了，这是老共的一向的态度了。可是呢，从另外角度看，你老共为什么那样反对老美卖我们武器？你越反对，台湾人越觉得说好像该买啊。你从那个角度看是不是这样？因为表示你在意嘛。那台湾不买武器呢，你就打过来吗？台湾就束手投降吗？所以你越反对，而且这么坚决的反对，那台湾更紧张啊。说哦，搞半天你这么怕台湾有武器啊？到底怎么样？什么意思？哦，所以呢，老共一再表示坚决反对军售，而且看起来明天习近平跟川普还要谈这个问题啊。那另外呢，因为他们说要讨论军售，所以台北跟亚洲盟国，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如坐针毡哦，都害怕的要死，因为万一台湾这条防线失守了，接下来这个韩国、日本这个日本、韩国。然后菲律宾，他们最近不是在演习吗？就他们也怕得要死哈。那另外呢，国安人士说，北京恐怕借台湾3军购向美国施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北京会讲啊，立法院都把军购删了，他这不要军购了，那你美国干嘛骂他军购呢？哦，就怕这样。所以为什么在立法院，在这个川普之前蓝白要通过这个7800亿，也是这样。如果你自己都删了。川普也可以讲，说你国民党不在意啊，那我干嘛卖他军购？就刚好跟习近平讲，好，既然他们自己的不在意，那我们就不要给他不要卖他武器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的显现。好，那所以为什么呢？虽然通过了，但是呢，你第2批发价书不来，我就不给你动资嘛，就没有嘛，一定要第2批来才会让你动预算，意思就在这个地方。那到时候如果川普跟习近平谈的结果是说不来第2批发价书的，责任在美国，这是川普让步的。但如果你立法院不通过，到时候没有第2批，川普可以说是台湾自己不要的，这责任差很远啊。卢建说要密切观察对台湾军购跟经济的议题，所以国家应该做好准备。那另外呢，川普如果现在台湾关心2件事，一个就是到底这个他会谈军购，会不会说不卖台湾武器，或是拖延啊？他们有人说到秋季大概才会给习近平一个面子，不会那么快。第2批发价书。第二个呢，美国一向是不支持台独的，那习近平好像大陆希望他讲反对台独，那北京会不会真的表态反对台独？BBC 是说大陆也有它的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要冲，就是稀土，大陆控制的稀土就像伊朗控制的荷姆兹海峡一样。那这样的话呢，会不会逼着川普说我反对台独？原来是不支持嘛。那川普说：“我不觉得需要中国帮忙。关于这个伊朗战争，本来了刚刚讲反对台独跟不支持台独，本来国民党是反对台独啊，国民党有支持台独没有嘛？所以呢，本来川普反对台独跟国民党的主张是一样的，可是呢，当川普要去见习近平的时候，郑丽文这个时候说昨天接受外媒访问说鼓励，希望看到川普讲。”反对台独，我觉得时机不好。就说你自己可以讲，你譬如我反对台独，所以呢，美国应该要反对台独。但是当川普去跟习近平见面，习近平要川普讲反对台独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复合，我觉得那个角色有点会摇，不好，在这个时机不好，好吧？美中达成重大共识，
就是荷尔木兹海峡不能通行费，因为老共的船也从那边走嘛，老共的这个要运油的、运这个瓦斯的哈。那人民日报讲的也很奇怪，他说呢，中美关系这是等于官方媒体哦，回不到过去了，但会有更好的未来。那过去有很好吗？过去也没有很好啊，所以回不到过去什么意思呢？有更好的未来。更好笑的一件事，卢比欧他的那个中文名突然改成这个鲁了。就因为卢比欧是被制裁的、哦，现在把中文改成卢比欧，是不是这是另外一个人了？不是原来我们要制裁那个人。我觉得老公也太好笑了哦，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我们看一下。川普走下陆战队1号，换搭空军1号，启程前往北京展开国事访问。进入机舱前，还向媒体比个赞，心情很好，迫不及待见到习近平。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睽违9年，在美国总统访中，9年前也是川普。这次随行名单包括国务卿兼国安顾问卢比欧、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葛利尔、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以及儿子艾瑞克、媳妇拉拉。罕见的是，伊朗冲突未解决下，国防部长陪同出访。Do you think he needs to intervene at all with the Iranians? I don't Do you think he can help in any way? No,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We'll win it one way or the other. We'll win it. 另外，国务卿卢比欧担任参议员期间，因新疆、香港议题2度遭北京制裁，现在显然不受影响。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卢比欧行程，并没有明确写到卢比欧会一起出访。虽然照常理，国务卿兼国安顾问本来就会跟着总统出访，但是一直到卢比欧和川普一起搭上空军1号，我们才确定他将成为首位在受中国制裁期间以现任美国国务卿身份访问北京的人。在此之前，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先飞韩国，见美国财长贝森特，准备川习会前会。同时，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新闻周刊专访表示，希望能改善两国关系，处理双边紧张的根源，也就是台湾问题。好不好？美军有个叫末日飞机14B 哈，可以飞到亚洲了，可以指挥所有在这地方的这个飞机，就表示呢，川普还是这个总司令啊，三军统帅啊。那黄仁勋很绝啊，本来说没有了，怎么叫他阿拉斯加上飞机呢？说因为哦，川普哦看 CNBC， 他就讨厌这个媒体 ，CNBC 说黄仁勋不会去了，讲一堆理由。川普一看的时候，什么不会去？叫黄仁勋到阿拉斯加跟我见面，黄仁勋就提了一个背包，跟个小学生一样，你看到没？就啪啪啪就飞到阿拉斯加，然后上了空军1号。不是你说这不是很好笑吗？哦，真的很好笑哈。然后呢，这个白宫也证实了，说他跟着川普到中国去了，而且呢，川普还说伟大的黄仁勋 ，Great Jason Huang 哦也来了哦，来这个智恩怎么看？我觉得大家当然都会聚焦，以台湾的这个媒体的角度，当然会聚焦到说，川普今天晚上到抵达中国的之后呢，他未来几天的一个这个发言，跟他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军购，还有他的底线到底踩在哪里。可是呢，外媒你如果是翻的话，他们更会聚焦在他所带领的这些所谓的科技巨擘，大家一起上他的飞机的时候呢，你看 Apple 的东西上去，大家认为说这会去谈有关于这个 Apple 的这个市场的问题。那这个 BlackRock 就是这个黑石。大家认为说，这可能跟美中之间的金融问题有绝对的一个关联度。那黄仁勋这个部分里面，大家当然就会认为说，他跟所谓的国家安全的策略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他的 AI 这个 GPU 这个基本上在这个中美之间闹得沸沸扬扬，所以反而像目前为止，因为找了这么多随行的人员，大家就在分析，那到底这一次去到中国大陆，除了所谓的战略问题之外，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所以你看这些名单一公布之后，反而把大家过去所猜测的，可能利用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来交换这个美伊之间，因为这个伊朗目前为止还是非常依赖中国，不管在这个石油的输出或在整个经济体上面，所以大家就会认为是不是透过这个跟台湾的关系，把它放上台面里面，要求中国能够在伊朗这一块能够稍微缩手，然后也转而支持美国。可是你看他这个随行人出去之后，大家把焦点放在那到底美中之间是否在未来，特别在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经济体上面，是不是要做一个所谓有限的一个合作？那这个有限的合作里面可以打开，不管是如何
何像波音，他们美国还是很希望美中之间不要冷战呢，因为这个整个商业的价值来说，美国目前为止来说，它代价付出了非常的大的。那像以波音来说，他们还是希望美国能够有限度的让中国依靠他们在这个科技上面的一个实力嘛。所以说，你看现在所整个谈论的重点里面，你知道看今天之前24小时之内，大家所讨论是这些随行人员，他们能够在这次谈判当中带给美国未来在科技当中收跟放之间到底是如何，反而在台海的问题上面，反而是占的比例跟过去比起来是比较少的。所以当我们不但在说到底140亿的发价书会不会因为卖这个习近平的面子会比较晚，然后呢到底什么？可是你看140亿的这个所谓的发价书的价值，对川普来说，跟他带领的这几个真的是主导美国像目前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系来说，谁重谁轻，所以我们都认为说，以这一次的规模来看，台海的问题会被讨论到，特别是我们台湾在印太地区所占据的这个位置会体会到，特别是他们还是需要中国的稀土，然后台湾还需要我们这个半导体等等之类的，所以反而是在对于台湾地理位置的价值，或是所谓的军售的部分，即使川普做出任何的承诺，但也是表层上在内部里面，大家都还是认为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重要。不过川普还是嘴硬啊，对，所以伊朗不管是要和平战争，我们都不需要靠中国哦。那不是靠中国，你跟他谈3个重点之一是什么意思呢？那这次呢，这个川普带了多少人去哈？带了哪些人？刚刚讲过哈，除了黄仁勋以外，特斯拉哦、苹果、黑石、贝莱德、波音、花旗、通用、高盛、美光、高通。CEO 老板都去了，但是这么一大人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去他访问，从来没有带过这么多的人哦，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奇怪哈。来，马委员。其实这一次我们刚刚看到的，最早的时候是说，讨论的议题大概就3个嘛，大概就是经贸，然后还有伊朗的问题，还有就是台海。可是我们看到这一次随行的人，在除了这些高科技产业，还有的就是金融巨头。这个也是非常特别，因为其实从这一次看到，随行的人员其实主要除了透过这些可能在主要是谁最被中国卡，或者是谁最卡中国，其实想要进入中国的这样的市场，我想这是他们最大的考量，尤其是金融市场，因为像这一次包括这个要中国去开放金融市场，像这些支付系统啊、资产管理啊，还有像这个投资银行等等，如果他们没有同意的话，其实他们失去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缺了很大的一个角。所以这一次借由川习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我想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考量。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立法委员林俊宪，他5年以前就讲这个问题了，但5年好像没有任何改善。说 Google 的地图哈，把我们的战机啊、弹药库啊，各在什么地方啊，佳山基地啊，哪些是跑道啊，哪些飞机躲在什么洞里啊，都一清二楚都有了，都很清楚，就是国安漏洞哦。那卓荣泰说，我们要强力要求改善。问题你要求他怎么改善？佳山基地那个跑道能够换一个吗？那个洞能够把它堵起来，然后挖另外一个洞吗？人家都已经看光光了，对，真的已经看光光了。你早不要求，你现在要求改善又能怎样了？你新的也去可以改善。那问题是，花莲佳山基地早就在那个地方了。我们原来是一打仗，两岸飞机通通躲起来，躲到佳山基地去，不打了。为什么？怕被打光。所以呢，先躲起来，然后呢，老共来打以后呢，我们再飞出来第2级，然后船通通跑到战舰跑到地方躲起来。然后呢，再出来。那问题是你当然人家已经知道你佳山基地，要说把你跑道给炸了，洞口给炸了，你飞机都出不来啊。所以人家都看到了，那怎么办呢？说卓荣泰说要改善，所以呢，林俊宪说，那现在除了 Google， 高德会不会也变成情报工具呢？总统的行踪可能都曝光啊，红绿灯都在啊，都知道你去哪里啊。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国家治安院。本来这个治安院呢，它功能之一是要去害大陆的这个网络的，结果它里面它的第二大的2把手说，居然呢主导窃密，20万交保，为什么？因为没有拿钱啦，就是他没有说收人家钱泄密，他干嘛泄密呢？所以你看他这样做
他呢在他这个研发行政系统，然后呢就叫部署写一个爬虫程式，然后把这个爬虫程式呢这个放进他这个国家治安院的这个资料库里面，然后呢这个所有的人事包括这些公文呢，任何人到云端许愿池就把它叫出来了。所以那搞了半天，哎，你这个国家治安是最重要的，不但你要自己守密，还要去窃取人家的机密，现在你自己的机密都让人家翻墙能够窃取哦，所以呢，这个抓了一堆人，我们看一下。精准倒数马路上红绿灯秒数，高德地图先前引爆治安疑虑后，如今民进党立委再质疑，这样是否就能算准总统院长何时进出？所以如果我在总统府附近。总统官邸或者院长、行政院长、卓院长的官邸附近，我发现红绿灯的控制秒数异常了。平常是30秒，现在变成了1分半钟。那我知道院长要进出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我认为还是比较消极啊。但不止高德地图，林军现在质疑国际地图平台也有漏洞，因为军事敏感设施全都拍得一清二楚。这一张是花莲嘉山基地战斗机进出的山洞、跑道的长度、弹药库、指挥所。看得一清二楚。我5年前就质询说，你这样嘉山基地，那顾载人看军事基地可以这样子吗？完全没有改变，所以可见呐，我们没有管理啊。从 Google 地图画面中可以看到，花莲嘉山基地的跑道、弹药库、指挥部，甚至连战斗机进出的山洞都拍得一清二楚。但对比下来，苹果地图都有配合遮蔽敏感基地 ，Google 跟微软地图画面甚至被大陆网友拿来嘲笑。中国的网友甚至把我们空军基地里面的建筑物帮我们标记出来，他甚至在笑我们，因为他有拍到宪兵使用一台 V150。他说那是老古董的装甲车，台湾还在用。我们台湾事实上有法律可以管，就是内政部的国土测绘法哈。那 Apple 可以做到，其他没有理由不做到。我们强力要求它技术类要做有效的改善。5年质询前后，台湾的国际地图都没有改善。林俊贤拿出韩国、法国地图都会遮蔽来比较，尽管政院承诺会尽速改善，但毕竟是国防机密，可不能马虎行事。黑框眼镜、戴着口罩的男子，在调查人员的陪同下走进地检署。他是国家资讯安全研究院内鬼案的关键人物。检调追查发现，在2025年间，由彭敏君为首的研发团队接获命令，负责开发一套行政系统软体。然而，彭敏君涉嫌指示下属非法逾越权限，查阅其他单位的机密资料。不过，资安院在进行内部稽核时，察觉资料异常外流，怀疑许世章才是幕后主导整起事件的核心人物。检调在12号发动第2波搜索约谈，将他带回侦讯。许世章否认有指示或教唆部署去害清其他单位资料的行为，但检调比对现有的人证和物证，认为他涉嫌重大。讯后依个人资料保护法以20万元交保。那嘉宇怎么看？我觉得当然，现在的科技，尤其是卫星呢，它的定位都会非常的清楚。就算你再怎么遮蔽，可能这个解析度还是看得出来哦。所以其实现在的做法应该要与时俱进哦，包括说怎么样避免及时的被拦截这些资讯，或者是说这些的关键的资讯能够模糊化、隐蔽化，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国安在因应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作为。否则，其实现在全世界的卫星软体、卫星影像其实几乎无所不在。大家如果有去韩国的话，会发现之前这个 Google Map 在韩国是不能用的哦，因为北韩其实他们随时都在监控，所以他们为了防止这样子的一个被定位或者是被追踪，他们其实是有相应的做法。那台湾到底要如何去因应？我觉得这个跨部会必须要去整合，而不是说大家各行其政。那国防部、数发部大家对于这些资讯的整合有一些落差，就会导致现在大家质疑说资讯都已经到了这个时代，Apple、Google 大家都有的时候，那你这边讲高德，你这边讲 Apple。结果后来你发现说，你自己都没有把这些资讯整合好，这个会让大家觉得说，政府在这方面资讯的落差跟及时性是有一些误解。那回到刚刚这个川习会，我还是讲一下，今天卢比欧去这个中国的时候，他特别穿了一身 Nike 的这个服装，这个是当时这个马杜洛被逮捕的时候的这个服装，就是嘲讽开满。今天网友就把这个迷因梗就拿来说，这个卢比欧有点在嘲讽中国，说你说要来抓我，我就穿这个马杜洛被抓的这一整套 Nike， 看看中国怎么做。看起来卢比欧对于中国这个共产党的嘲讽还是继续存在。那至于说他所坚持的人权跟价值，在这一次的川习会里面，到底双方会谈出什么，或者是说他过去所坚持的理念是不是还是继续？我觉得大家可以
继续的关注后续川习会后对于台海的议题，或者是大家所关注的军售议题，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一直所坚持的美方跟台湾互相合作的议题。那如果说今天习近平他一方面又要挡军购，那一方面呢他又针对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等等不断的去阻挠，那如果说美国这一次谈判的结果是对台湾不利，那当然大家也会对于美方的信心大打折扣。但是如果目前看起来美方还是以台湾为优先，并且是继续支持台湾的军购，那也代表其实台美关系是非常的稳固的。美国是不是以台湾优先？要明天才知道，现在真的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川普干嘛，连他的那个旁边的什么国务卿啊什么，通通不知道，都说呢。川普到时候还有国防部长要跟他一起去，这是很少这样一般国防部长不会跟去的都说呢，川普要怎么样是他自己做决定，真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怎样。但是我觉得卢比奥故意穿那套什么 Nike 衣服，如果像嘉瑜这样讲，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你现在谈那个大的事情，那种小的事情，在这边扯来扯去，穿个衣服故意跟你示威笑你一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蓝轩怎么看？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更凸显出来说呢，这个对美国来说，他所谓的人权、所谓的民主，也只能够透过穿一件衣服去展现而已。因为你看起来，这个川普几乎都已经不断的说什么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这个中美关系好得不得了，两个人之间怎么样，就几乎很多东西的话都是有求于中国大陆。所以呢，对卢比奥来说，他只能够穿 Nike 去表现自己，好像美国还站在人权那一方面。而且他们把委内瑞拉总统抓来。他哪有什么民主啊？是啊，就很讽刺嘛。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显现出来美国原本价值的可悲就是他已经可悲到了说呢，Rubio 他本来他再怎么样的反中国大陆，还是得要去，而且只能够穿件衣服去彰显自己的意义而已那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有关于这些什么高德什么地图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凸显出来这个很讽刺的刚刚赵先生有特别讲，林俊宪5年前就已经说了。所以5年前到5年后，这个问题早就全都录了。所以就算现在说了这个总统他说要改，马上改，那画面都已经去了呀。那难不成你现在去改嘉山基地的跑道吗？难不成就因为这样，你就是开始重新改一些相关的部署吗？把这个山洞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吗？不可能嘛。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对自我防卫这件事情已经漏洞百出，就已经反映出来。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就我们刚刚一路聊下来，台湾的自我防卫这件事情，我觉得基本上像那个假议题一样。就你只要碰到要预算的时候，突然之间自我防卫很重要了；你碰到要选票的时候，自我防卫突然之间变得很重要了；你碰到要骂老公的时候，哇，自我防卫特别重要了。那平常呢，你真的有在做自我防卫吗？你真的把台湾真正的安危当做一件事情吗？如果是的话，那就不应该把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地图，什么 Google 地图、高德地图放在那边5年都不去动它，那更不用说你不会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我们讲到说什么能源自主，如果碰到战争的时候根本都不用打了，它直接封锁我们就完蛋了。讲了 N 百年了，我们这边讲到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能源自主有多么的重要，他也不管你啊。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自我防卫是不是真的重要？我就从这件事情，从林俊宪的质询，反而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对台湾来说，很多事情，第一个自己当笑话，把自己做成笑话；第二个，你完全不操之在己。所以我们要讲川普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明天怎么谈是一件事情，看结果论他会不会讲到这个对台军售，因此不是谈得很彻底，但是呢，也就是默默的暂缓，或者说他真的讲出反台独，那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可能就严重了。我说这个严重未必是对台湾本身严重，因为反台独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坦白讲，我觉得民进党也说他没有反台独啊。不，民进党也说他自己反台独，他说我这个台独党纲已经束之高阁了，不是吗？我现在没有台独，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华人，我们现在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这样，他的说法是这样的所以照理说反台独是共识啊，是朝野共识啊，是台湾共识啊，是跟美国的共识啊，但是因为习近平很在乎。所以突然间这张牌变成王牌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明天的话呢，不只打军售牌，还打了这个台湾牌，这个所谓的反台独牌，那显然的，习近平给了川普很多礼物所以这一群去的这些企业家们，一个一个订单饱饱，一个个带回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会不会那么糟？我是觉得应该不会。但重点在于说，就算结果没有想象中来得更糟，但是现在他已经说要谈了这件事情，我必须说，现在过程当中已经凸显出来，台湾被美国拿在手上玩。因为6大保证这件事情，大家要千万记得，6大保证这件事情是当年在1982年的时候，雷根在他的公报里面，等于是某个程度承认了、接受了中国要求美国开始递减对于台湾的军售，他同意了，他签了然后为了怕我们太难过，怕伤我们的心，所以呢，突然间就来一个6项保证，说你放心我们嘴巴这样跟他说，但是的话呢，我们还会要卖给你，而且我们不跟他商量怎么卖给你。
但现在他已经商量了呀。我觉得这次最特别的是，第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美国不止一次的讲到说他要谈台湾问题；第二个，他还告诉你说我要谈军售问题。所以有关于6大保证这件事已经背叛我们了。不管他最终有没有真正的 delay， 而且他 delay， 他可以说我本来就没有卖给你啊，他可以把这责任推给在野党啊，他可以用各式各样的理由。但重点在于说，你公开谈这件事情就已经是违背了对于台湾的承诺。那当然你会说，川普的承诺算什么？他连美国的宪法都违背了。但这件事情在川普任内，我就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对台湾来说，我本将心对明月，你以为他对我们会很好吗？那事实上站在川普的立场上面，台湾算什么？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所以呢，过去认为台湾呢只是一个有钱人偷他的晶片，然后的话呢，在这一次还在讲说，你看我们距离台湾那么的远，中国距离台湾那么的近。言下之意就说，那干我什么事？哦，那你应该自己保护自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算明天的川习会，我们很侥幸的在这个菜单上面没有被卖得太夸张，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一次川普的第2任期啦，他已经让所有的盟友，包括台湾在内，都要知道美国真的不可靠。川普讲话我们听得很不顺耳啦，但他讲的也是事实啦。他美国离中国大陆将近1万英里啊，我们中国大陆最地方只有67英里啊。这是一个事实嘛，所以他已经告诉你，如果美国跟中国打起来，武力来讲美国会赢，但对台湾来讲，美国很远了，大陆是有地方的，这是它的局部优势，就地形的优势嘛。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说买武器，那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防卫，但是两岸的和平还是最重要的，你不能靠军事要打，你军事什么？就是说拖延一点时间。或者老公原来打你可能死1万人，现在因为你有武器，也许死2万人，他就觉得啊，好，那这样的话，也许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好。你只能争取到这个，对不对？连那个是不是民进党的萧美琴还是郑丽君说，就像装铁窗，你防得小偷吗？装铁窗防不了小偷，它只是麻烦一点，要把你铁窗把它锯掉啊而已嘛。所以两岸最重要还是和平了。所以其实讲实话，我一直在强调，川普跟习近平见面。最好是忘掉台湾，台湾是什么？忘掉，你不要自己捅啊，把那个台湾放那个优先名单，台湾自己把自己拱到大陆跟美国谈的优先名单，或是大陆要解决问题优先名单，因为本来大陆自己问题很多问题啊，经济的内卷问题啦，这问题一大堆啊，本来没有心去管你啊，你不要捅他，把你自己变成优先名单，那是最笨、最不负责任的一个政府。休息一下再回来。